仙女座终于1月7日火星逆回到11宫了，你们不再那么不顺、被动或者是低气压了，小人和煞气呢都会在1月份减少降低，这也意味着仙女座本月可以主动的出击啊。有的仙女座很明显会不再忍让，你会感觉你自己比以前更勇更猛了，和人呢会发生一些激烈的争论，甚至是争吵，这是好事情啊，因为起码仙女座表达了自己的意思，不论这个结果是不是引起一场斗争啊，但是都是值得去做的。工作、读书、生活当中，仙女座的社交性都会变得丰富，尤其1月的中上旬啊，可能会有这种汇报啦、主持啊、表演啊、面试啊、比赛啊等等，在众人面前露脸的一些场合，或者是让人看到仙女座不同面貌的机会啊。也有的仙女座会和他人互动变多，尤其是和一些新人啦，或者是平时不太能够接触到的人。还有的仙女座此时会参展，有作品项目上架、展出、发布。整月呢，客户合作运都是很不错的，容易达成让仙女座满意的交易。1月下旬呢，仙女座的活动或者是聚会、约会还是很丰富的啊，但是此时工作、读书或者是现实任务的压力也开始变重了。可以说呢，仙女座一边可能欢乐着，一边也需要做好工作才能够过好年，甚至有的呢，过年可能也在工作赚米，因为看起来有的仙女座此时反而是碰到了一些旺季，或者是加班工资比较高，你自愿选择留下。同时呢，1月底仙女座的领导长辈运是不错的，所以回家的话可能会被家长、被长辈拉着嘘寒问暖，关心日常，还是挺温暖的。不过该守的规矩仙女座还得要守，毕竟看到1月下旬到过年期间，你们始终是比较收着的一个状态，不像中旬之前那么奔放自由啊，是倾向于拘谨的。也可能有的仙女座这个新年会见家长、见领导之类的啊，总之会有一种不可怠慢的一个感觉，可能你们见到的是会比较有分量的一些人。感情和人际方面呢，1月仙女座的桃花运很不错，脱单热恋的几率很高，或者是你会遇到自己心动的对象，条件不错的对象，所以呢，出门或者是上班呢，都可以好好的打扮自己啊，因为你们不知道今天会遇到谁，是值得为爱努力的一个月。有伴侣的仙女座呢，本月感情也会有升温的迹象，或者是彼此之间是比较有爱、有实际的关心的。虽然两个人之外有一些纷扰和干扰，但是两个人之间是没有什么大的矛盾的，可能还会相约去看个电影啊，约个会啥的，耍一个浪漫。当然，有伴侣的仙女座呢，也要稍微注意一下其他的桃花对原本关系的影响，尤其是月末的10天，感觉就很需要去平衡。也可能这种影响呢是来自于你的工作啊，就这种工作和感情生活的平衡。总之呢，下旬就不像上旬那么轻松，需要考虑的一些方方面面就变多了。那财运方面呢，仙女座1月可能能够谈下一些合约合作，但是款不一定能够在本月到位。开支方面呢，支出是不少的，因为刚说了各种娱乐社交活动比较多嘛，还有的会去约会啊、请客啊、维系客户之类的，所以花销不低。不过好的地方是你们花的都比较带有目的性，不是盲目的去花，你每一笔支出都有自己期望回报的一些东西，所以也不算浪费啊。还有的仙女座呢，可能1月需要给别人一笔款，或者是结算、算账、报销之类的，容易是之前就已经说好的，或者是彼此就认为该给的，有这样的一个预期在，所以你或者对方给的都会相对来说心甘情愿。美容健康的仙女座，身材颜值1月都会变好，或者说你整个的打扮会变得更潮更时尚，靠的是比较正常的一些运动和控制饮食的这种方法啊。下旬呢，更需要去注意一下身体，外出或者是人多的时候一定要做好防护。那祝所有的仙女座新年突破眼界，广交善缘，四海之内皆贵友，好运啦！我是艾白范老师，用心理心学活好自己，重新和自我交朋友，拜拜。